它的品牌是什么？它的迷信是什么呢？它的品牌是说，我建立在品质上，好，你只要品质好，我就跟你走；那只要品质烂，我就掉头，永远都差人家一点点的。品质呢，那个耐用度呢，差Honda一点点的；赛车引擎那个锐利度呢，又差雅马哈一点点的。啊，你说那个搞怪的程度呢，又差 Suzuki 一点点的。啊，它什么都差人家一点点的，就是 Kawasaki。啊，你不喜欢Kawasaki 哈，你可以买Kawasaki的周边，它可能周边的东西哈都比它本身机车都还要好。军火呢都可以买Kawasaki，这买Kawasaki呢好也不会太好啊，烂也不会太烂啊，就是不会犯大错，不会踩雷哈。这就是因为一种品牌迷思哈。也就是说，你今天呢，你觉得它车子不好，汽车不好哦，啊，你去买 Suzuki 的机车。那只要买 Suzuki 的机车，觉得 Suzuki 机车品质不好了，那就是买汽车哦。你只要跟随我 Suzuki，跟着我走，有没有？你汽车不好，你就去买机车啊；机车不好，你得买汽车啊。所以说呢，它不会同时都好啊。有时候汽车好啊，有时候机车好啊。说机车好，有时候汽车好啊，反正就跟着 Suzuki 走，有没有？绝对没有你 Suzuki 哈，你Suzuki 哈，摩托车有没有？什么价格的人哦，都有人在买，对不对？便宜的人有便宜的需求，可是你便宜不能便宜到什么都没有。啤酒就是说，秀哦，它可以让你秀到让你吓到。快呢，它能让你快到吓到，可是它改得很快之后，没有，它就忘掉了造型。你卖这么便宜，结果我要这个没有这个啊，我要这个灯啊，没有这个灯啊，我要这个功能没有这个功能。你说它 cost down 的太多，有没有？变成说做出一台太廉价的车，廉价到造型都廉价，廉价到功能都廉价，廉价到觉得说啊，我买这个有什么意义？什么都没有啊，我不如就骑 U-Bike 就好。青椒、黄椒、绿椒、牛肉椒，哪行都有哦。试看看哈，看好不好吃哦。喝汤也可以哈，喝看看哈。有正常哦。不太咸哈，不够咸哦，但是它个冷盐哈。然后怕酱油加太多哈，会太咸，所以盐就加的比较少啊，盐可能好像加的太少了哈。另外呢，最后一种品质的要求呢，就是我们回到消费者的身上哈，消费者对这个品牌的迷思呢，到底是要建立在什么身上哦？其实呢，就是建立在价格上面哈。你的价格到哪里哈，你的品牌迷思到了，刚好就是有电车的那个需求哈，一下子空降10%、15%的那个市占率给你啊，可是这个因为有政府的补贴嘛啊，如果没有政府补贴的话，没有，你的刚刚个丢的剩下7、8%而已。所以说这个就是你时势要能够造英雄哦啊，英雄也要在时势的产生的时候，有没有打出胜利的一战哦？阿拉伯的是随风而去啊哈！大家好哈，欢迎回到这个频道哈。今天呢，跋山涉水哈，到户外来哈，来露营哈啊，出门太晚哦，漆摸摸哈，起码暗蒙蒙啊哈，才来跟大家哈来聊聊天哈。今天要聊什么呢？今天就是要聊关于这个品牌的迷思哈。品牌的迷思呢，为什么会有品牌的迷思呢？当然就是因为个人的物欲哈，个人的喜好度不同哈。你可能对某一种东西特别喜欢哈，对不对？有人喜欢熟女哈，啊有人呢喜欢学生妹哈，啊有人呢就喜欢那种外国人哈，啊当然呢也有人呢会喜欢那种特殊癖好的人哈，但是这个都没关系哈，对不对？一人出一行哈，介意较有重要哈，所以说品牌的迷思呢，今天迪赛哥呢就对大家来解释说，为什么会有品牌的迷思呢？首先呢，我们先讲其中一种项目哈，来喝个饮料哈，我最大哈，先喝一下哈，它比最大哈，太高啊哈，透瓜茶哈，比较不会那么重哈，重口味哈，等一下再混混的哈，不讲到一半混混的，看怎么办哈。啊，饮水啊，像有些人呢，为什么会有品牌的迷思呢？其实也不能说他是品牌的迷思啊，因为呢，他就是一直骑那台老车哈，他可能一台车呢，在他没有钱的时候，他买了一台他心目中最经典的车哈，强灯内都省吃俭用就买了这一台喜欢的车呢。可是呢，这台车因为他买了之后呢，就开始对他有感情刚刚有革命情感对不对？虽然旧虽然老但是他就舍不得换
他就这样子继续骑哦。所以说呢，这个呢，你问他说为什么不换车，他说那就没有人可以取代这台车啊，没有这台车，我的历史、我的生命就少了什么啊？所以这台车就是代表我，你不管什么新车，我就是不能换呢、啊，就是这个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最特别的啊。啊，这个也是一种品牌迷失的，因为它迷恋这个品牌，迷恋这个车型，它后面出的呢没有那个时空背景的感觉哈，所以呢它就没有那种我都要哈，小煎饺哈，啊这哈，这个怎么煎怎么煮哈，后面影片有哈，啊你哦有兴趣看哦再继续看啊，袂歹食，哦，台糖的水饺袂歹食，煎粿都较好食哈，哦，再加个牛肉汤吼，迄个迄啥青椒牛肉汤哦，等下吼还搁来啉嘛，这样两个吧吼，我们去打起啊，我要以后好吃好吃，哦，接下来讲这个品牌的迷失啊哈，为什么还不换车呢？就是因为它这个车呢，再怎么推陈出新，后面再出的呢，都没有那个当初第一代的经典，也没有那第一代的特别哈，所以说呢，它就不能够换车。像这个有什么特别呢？美国的代表呢就是哈雷哈，啊哈雷它号称什么？没有一台哈雷是一样的，因为每台哈雷都有改过，当然不会每台一样啊。啊，东洋呢，东洋有Honda的 CB1000哈，这个四缸哈空人哈，这个是经典。可是四缸空人哈这种东西呢，后来呢越来越环保法规的问题呢，所以它渐渐的也变成说呢要退出市场啊。可是它后来还是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呢，听说会变成 CB1001可能四缸会变成两缸哦，少了两缸的污染哦，那个环保就会过了。它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我们继续看，反正就是它就是一个经典哦。啊，欧洲呢？欧洲当然也有凯旋哦，凯旋 T1000哦，凯旋 T100哈，哦 T1000是那个魔鬼终结者哦，还不赶快哦 ，T100哈是凯旋哦，啊 T1000哦是魔鬼终结者哈，所以说呢，这个凯旋的 T100呢，它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说，就是那个英伦风哦，那个极简时代的那个特色哈，就是每个东西哦都做到刚刚好，过多呢觉得累赘。啊，过少呢，觉得又没有那个重量感，所以说那个 T100呢，就是刚好那个时代的经典。而有些人他在那个时空背景买了这台车之后，他就说我在那个 moment 我买了这台车，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然后他适合我，我也适合他。后来再出的呢，就没有那种点缀感了哈，所以他渐渐的觉得说这种车呢，这个烟有点多我先把那个先加个火不然那个会空气污染这个。排放废气跟机车排放废气是一样的哈，这都嘛得好，我们添好柴火了啊，继续刚刚我们讲呢，那个呢，一直换车的呢，一直不换车的呢，那是一种品牌迷失啊。啊，另外还有一种品牌迷失呢，就是说呢，它就是一直换车什么叫一直换车呢？就是车子，它比如说它是一代，它现在买一代，孩子他出二代之后，他马上就换车他就是迷信这个品牌，就是说我就是要尝鲜知道说它这个品牌这个车型呢，要换新之后有没有？做了什么所以他就是新车他就买，他出新一代他就换，就是所以说呢，车厂特别喜欢这种客人，为什么呢？你一直换我就有基本量基本消费量安尼我就免惊这个车会滞销啊。当然这个品质上也是要抓得住顾客的心啊。它的代表是什么？像汽车呢比较多了，机车比较少，因为机车你要改款有没有？像挡车你要改款有没有？有什么好改的？挡车一个车就那个车灯，然后坐垫，然后尾灯、头灯，顶多再加一个老流板这样子而已。问题是你要改款有没有？变太小很奇怪，它变太大有没有？又违反空气力学所以说呢，这种呢
出一代就换车，出一代就换车的人呢，在机车就比较少，所以看机车也比较少改款。可是汽车呢，汽车就很多了，比如说呢，像 Toyota 那个 Corona 哈，它已经出了几代了，不知道是出了11代还是12代哈，还是13代哦，那它一直出啊，为什么？就是有顾客喜欢它这样子一直变哦。当它变呢，它就一次就多给你验轮肉，一次就多给你验轮肉。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它不是一个老古板，不像你刚刚讲的那种 T100啦、CB1100啊，还是那个哈雷啊，它就是固守在那个氛围里面它不能变，一变来说那糟精啊，没有味道了所以它就是一直变，然后让客户一直尝鲜，然后它的改呢，它会在一定的规范里面呢推陈出新给你 surprise， 给你惊喜所以这种呢也叫品牌迷失，就是刚第一种呢，就是一台车骑了20年它都不换车厂也不敢随便乱改款一改款就糟践了的走位第二种就是说它一直改款，一直换1代、2代、3代、4代，出了10几代像那个 CB 一样啊，还有那个 Toyota 的 Corona 也一样就是说它一直换像福斯的 Golf 那个一样，它一直换新一代，然后顾客就一直买单这个也是这种品牌迷失。另外一种呢，一种品牌迷失就是说，人呢是善变的第三种的品牌就是说，人是善变的，它的善变是什么呢？它对这个品牌呢喜欢呢，他就一直吹它我搞多厉害不喜欢它呢这个呛它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变这种品牌的迷失呢，就是说他喜欢它，他就喜欢他不喜欢可以马上变翻脸跟翻书一样这个也是品牌。比如说，就是我很喜欢就很喜欢不喜欢我马上可以翻脸以前人家会说你以前不是最喜欢这个品牌吗？它就烂掉了烂掉了我不变，不然我跟它一起沉沦，一直向下沉沦，一直烂下去吗？滚啊别滚了所以说，为什么这种品牌的迷失会造成呢？就是说，因为它的产品的那个竞争力忽然间出现了巨大的转变那个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国内的两羊一样某羊变好另外一只羊就变烂反正他们两个就是在那边此消彼长所以说呢，反正我再怎么买也是国产车嘛，对不对所以说我不是买这只羊就是买那只羊那只羊变烂了我就买这只羊山羊变烂了我就买那个绵羊绵羊变烂了我再回去买山羊当然还有另外一只一个3个叶子的那个就恨铁不成钢要他出什么车他不出什么车叫他那台车继续改款他跟你停产所以说呢，国内就是这样子三尖而已爱恨分明爱到要死无爱就脚到无烂讲有嘴无烂这就是第三种品牌迷失就是说它这个品牌就是昨天我就是买国产车就是不要买进口车，这就是一种产地的迷失你得干嘛国产修个短话我消费者声音或者不开开去网络上留言把你呛下你就会听我的话不用当董事长也可以决定一切这就是另外一种品牌迷失你再一个好不可以冷掉再继续吃不然录影出来就是要吃东西，你看那个录影的就是从赵红打完之后没有，就从头吃到尾不然要干什么？对不对？抓沙漠小咖吗？你嘛无沙漠，你用抓跳蚤小咖呢？无就抓那个毛毛虫还是抓那个下面抓那个。那个啥？那什么仙？独角仙比较来保育类动物的北料。另外讲到第四种品牌迷失，就是说它的品牌的迷失呢，它不是迷失某个车型，它也不是迷失某个品牌，它也不是迷失某个那个形状的车，比如说人家迷信塑胶车，或是迷信挡车，不是它的品牌是什么？它的迷信是什么呢？它的品牌迷失说，我建立在品质上你只要品质好，我就跟你走；那只要品质烂，我就掉头。我就是说，那个品牌的迷失呢，是建立在说，我就是喜欢你这个品牌的品质就是你这个品质的厚度举例来讲呢，国外的4大天王Honda呢，它的品牌迷失就是什么就是骑不烂加机油也可以骑加沙拉油也可以骑甚至没有机油它都还可以骑那个小狼另外呢，Honda呢，哇滚了先起来无等下又浮起来加几条条这个牛肉好热应该起起来
有点像水煎包啊。等下吼，等下吼，无客气，等下吼，迄个补出来还好。另外呢，还有一种品质的迷失呢，就是说，像哈雷哈，美国的哈雷哈，哈雷它的品质迷失是什么呢？哈雷的特色就是说什么？它有改，可是你改了，它改了之后呢，有改跟没改哦，你看不太出来哈，除非它出的那个全新的车型哦。所以说你买哈雷车有什么好处呢？不管你是买新车还是买旧车哦，看起来都差不多。你只要把旧车擦得亮晶晶的，还是像新车啊。你新车呢不要洗哦，也是像旧车啊。所以说你不管买什么年代的哈雷哈，大家都说，只要听到那个啵啵啵啵啵啵啵那个声音呢，就是哈雷了。所以说它的品质跟它的声浪呢结合在一起啊。至于是买什么哈雷哦，没有人管你啊，反正你就是啵啵啵啵啵啵啊，就是哈雷。这就是声音的迷失，建立它那个品质的迷失。啊，另外呢，雅马哈的品质迷失是什么呢？它就是最接近赛车的街车哈，最接近赛车的道路用车哈。你叫赛车哈，什么新科技哈，它马上哈，只要是冠军哦，一全品之后没有，马上就变成道路版哦。一冠军呢，对吧？分站冠军哦，出起来道路版纪念下哈，年度冠军呢出起来道路版纪念下。所以说呢，你可以用最小的收入、最小的支出呢，换得最新的赛车引擎哦，最新的赛车版哦。这个就是雅马哈它的品质迷失的。另外呢 ，Suzuki 它有什么品质迷失呢 ？Suzuki 就是说，你今天呢，你觉得它车子不好，汽车不好哦，你去买 Suzuki 的机车。你只要买 Suzuki 的机车，觉得 Suzuki 机车品质不好了，就是买汽车哦。你只要跟随我 Suzuki， 跟着我走，有没有？你汽车不好，你就去买机车啊；机车不好，你得买汽车啊。所以说呢，它不会同时都好，有时候汽车好啊，有时候机车好。说机车好，有汽车好，反正就跟着Suzuki走，有没有？绝对没有你Suzuki哈，你Suzuki哈，那样。另外呢，还有一个品牌迷失呢，叫什么？Kawasaki 啊，Kawasaki 这个叫做什么？就叫做本业不行哦，副业很强啊。其实你也分不太清楚它的本业跟副业是什么哦。还有那个什么无人机也有 Kawasaki 啦，对不对？游艇那个快艇的那个引擎呢，也有 Kawasaki 啦。甚至呢，连潜水艇的引擎呢，它也有 Kawasaki 啦，还有战舰呢也有 Kawasaki 呀，还有什么军工业呢也有 Kawasaki 呀，反正他自己本身的机车有没有做的好像就是永远都差人家一点点的，品质呢那个耐用度呢差Honda一点点啦，赛车引擎那个锐利度呢又差雅马哈一点点啦，你说那个搞怪的程度呢又差 Suzuki 一点点啦，它什么都差人家一点点的，这就是 Kawasaki 你不喜欢 Kawasaki 你可以买 Kawasaki 的周边，它可能周边的东西都比它本身机车都还要好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品质的迷失呢，又建立在这个品牌迷。你可能说就像 Kawasaki 一样，我只要是 Kawasaki 的就好我游艇也可以买 Kawasaki 机车也可以买 Kawasaki 甚至呢我那个空中预警机呢，我可以买 Kawasaki 军火呢都可以买 Kawasaki， 这买 Kawasaki 呢，好也不会太好烂也不会太烂就是不会犯大错，不会踩雷这就是因为一种品牌迷失另外呢，我们讲到呢，国内的小厂国内有一些小的机车厂有没有？为什么呢？它的品牌呢始终做不起来就是怎么玩呢，也玩不赢那2只羊跟3个叶子这怎么玩呢？国内玩不赢那进口的更不用说了俗比人较俗造比人较造就是卖不赢人家这到底这个是为什么呢？李仔哥举几个例子跟大家讲一下比如说呢 Gogoro 呢，它可以从默默无闻我们把 Gogoro跟洪嘉腾一起讲Gogoro 跟洪嘉腾呢，他们开始萌芽的时间呢，可能都差不多那个时段可是 Gogoro 为什么可以做得起来？洪嘉腾就是一直在那边1%、1.5%、0.5%市占率在那边飘移不定忽然间呢 Gogoro 再丢一台车，他觉得做得不错的电车忽然间又猛起来呢，但是他始终还是在 Gogoro 后面而为什么 Gogoro 可以做得起来？就是 Gogoro 呢，它靠政府的补助有没有？然后刚好国内有外送有黑猫不是黑猫啦，那个熊猫啦
熊猫呢跟 Uber 呢就是有外送的需求啊，因为那个时候他刚好要推出那个吃到饱的方案啊，你外送最怕就是油钱嘛啊，你吃到饱变成说我的支出已经在一个上限了哦，啊，其他就是我多赚了，所以他刚好就是抓到这个市场品质需求，还有市场产品需求的真空带，所以它这个小品牌的真空，比如说外送呢，跟那个宅配呢，跟这种需要像那个路边收费的爷爷，他一旦骑摩托车，那啵，一台车就啵，车子收没3台，有没有油钱浪费一大堆的油啦？所以说他骑电动车就刚刚好，因为电动车就是跑一点点，就是拉上面一点点电啊。可是你机车不是啊，你难道你说一台车开完单之后关掉，然后开完之后再继续走，再继续发动嘛？不是嘛？那么你可能开了3个月就坏掉啊。所以说呢，它就是刚好抓到这部分顾客的需求啊，这部分顾需也就是电车刚好是最符合他们的。所以说你的油车呢，你再怎么做再便宜都没有用，因为它这个就是市场对电车的品质呈现出来的需求度，好，这个硬需求。所以说 Gogoro 就在这个地方空降下去，就是把那个10%，甚至有时候吃到15%，最多好像曾经1个月可以吃到19%的市占率。好，这个就是它的产品的需求。啊，洪嘉腾呢？洪嘉腾为什么他就是跟 Gogoro 从差不多时间萌芽，为什么他做不起来呢？因为它就是没有那个缝隙哦，没有那个产品的真空。就除了最后 Gogoro 有丢一些让他去换壳哦，它就是 Gogoro 就是怎么做那种淡型的圆滚滚的车型嘛。洪嘉腾就是外壳美学嘛，所以说他就是能够把那个 Gogoro 做不到东西弥补起来，所以说他又变成说把洪嘉腾对电车造型需求的那些人都把它吸走了，哦，就是啊，所以说每个人一定分到15%。你再分过去只剩下1.5%，没办法，因为可能骑电车对造型有需求的人就只有10%的人而已啊，其他的人就是他就是要那个便利性跟那个吃到饱的方案嘛，对不对？他就是不想要去一直加油嘛，对不对？他就说加油对他来生意来讲划不来嘛，所以说呢，洪嘉腾呢，他就是做要改也被人家笑不改也被人家笑与其这样子被人家笑，有没有？不如他就是固定，就是在外形的部分有没有去琢磨其他什么动力的什么什么，他就不管了，反正他最后能够买图面就买图面，能够买引擎就买引擎，我就只要把壳做好，用壳来吸引人，这样就好，壳吸引人，然后成本荡下来售价便宜这样子就是吃那个周边你也讲用讲假巴 U 假巴 U 这样子另外再举一个例子呢 ，PGO 这个牌子也是很可惜。为什么它品牌做不起来呢？因为它有时候怎样 ，PGO 就是说秀它可以让你秀到让你吓到快呢，它能让你快到吓到。可是它改得很快之后，没有，它就忘掉了造型，对不对？改得很便宜之后，没有，大家觉得省过头。你卖这么便宜，结果我要这个没有这个我要这个灯没有这个灯我要这个功能没有这个功能。你说它 cost down 的太多，有没有？变成说做出一台太廉价的车廉价到造型都廉价廉价到造型都廉价，廉价到功能都廉价，廉价到觉得说我买这个有什么意义？什么都没有我不如就骑 U-Bike 就好，对不对？骑摩托车我要摩托车有没有什么价格的人都有人在买，对不对？便宜的人有便宜的需求，可是你便宜不能便宜到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你说我买一件外套买最便宜的，可是你不能便宜到连那个衣服本身的保暖功能都没有叫我买衣服干嘛？对不对？我就买棉被就好了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买雨衣，对不对？我买最便宜的比如说你正常的那种2件式的雨衣还是说那种什么外套型的雨衣一件可能要700-800块甚至上千块可是它什么都有，可是太贵了。可是你可以去买那个什么便利商店那个25块10块钱的雨衣，对不对？那个也是雨衣问题是那个东西你会想一直买它吗？不会一直没办法出去，刚好下大雨才会买嘛。为什么？因为它便宜到品质都没有，便宜到太薄了嘛，不可能一拉啪破掉对不对？然后那个绳子一抓，跟面线一样就断掉，所以说已经便宜到什么都没有，便宜到连品质都没有所以说那种便宜就不是市场所需求的所以说呢，小品牌的市占率跟它那个品牌认同度它做不起来，因为说它能够吸收的就是那些有理的东西除非就像 Gogoro 刚好就是有
电车的那个需求一下子空降10%、15%的那个市占率给你，可是这个因为有政府的补贴嘛，如果没有政府补贴的话，没有你的刚刚个丢等剩下7、8%而已。所以说这个就是你时势要能够造英雄英雄也要在时势的产生的时候有没有打出胜利的一战那不就是随风而去啊牛肉汤如何啊看一锅来讲话看口感怎么样好不好吃看一直在那边滚也不是办法看来讲话看口感怎么样好吃不好吃青椒、黄椒绿椒牛肉椒大行都有试看看看好不好吃喝汤也可以喝看看就正疼不太咸不够咸但是它个蓝盐然后怕酱油加太多会太咸了，所以盐就加的比较少盐可能好像加的太少了有点想让它吃原味的另外呢，最后一种品质的要求呢，就是我们回到消费者的身上消费者对这个品牌的迷思呢，到底是要建立在什么身上其实呢，就是建立在价格上面你的价格到哪里你的品牌迷失到了。比如说呢你要劳斯莱斯你要宾士还是说你要那个 Toyota 每个地方的品质，你要 Toyota， 你的品质迷失就是说，我就是要它不会坏，它只要不会坏就好其他我都不要所以这个品牌的迷失就跟那个不会坏建立在上面你要宾士呢，宾士你的品牌迷失就是说，我宾士呢就是说，我要有那个优雅感高级感要有，优雅感要有，然后呢创新度还要有，然后本身呢又要有一些经典的感觉就是要经典的味道有，它就4合1呢。我花300万、500万去买宾士呢，这个品牌的迷思就有。劳斯莱斯这个不一样我再怎么改呢，你就是要给我一点手工的东西比如说比劳斯莱斯那个腰线是纯手工化的这个就是它的品质它电脑化、雷射化一定比它准，可是我就是要手工化，瑕疵中的完美可是但我可以做到零瑕疵这个手工的不得了所以它的车就卖3000万这个就是它对品质的要求，就是3000万的品质所以呢Toyota它只要骑不坏100万的品质宾士呢要有4合1的特色呢，要有那种优雅、经典、科技跟创新所以它就是300万到500万的品质劳斯莱斯就是说我除了机械化的品质做出来，你还要给我手工的那个特色手工的品质手工超越机械的精准度这个价值3000万所以说呢，今天呢最后这个第6项就是说，消费者的对品质的要求就是建立在你多少钱去买这个品牌，所以这个品牌的迷思就是建立在你用多少钱去买这个品牌的迷思以上呢就是迪赛哥跟大家解释人类不是说人类啦，消费者呢在买汽车跟买机车呢，为什么会产生品牌迷思这个品牌迷思呢是可变的呢，还是不可变的是变动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至于还有这个品牌的迷思呢，是建立在品质上这个品质我们花这么多钱去换得这个品质，然后建立对这个品牌的认同度，这样子呢为我们购车上面呢就比较好选择以上呢就是给大家的建议谢谢。我买了一个吉士汉堡，还有一个麦香鱼，都没有加酱，所以呢我午餐呢先吃吉士汉堡，然后把麦香鱼的皮呢留着明天早上呢当早餐可以用。这个已经有加cheese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说要留到明天吃了。但是这个就单纯就只有饼而已，所以把这个鱼拿过来这边，把这个粘住了，不然就交换好了，半鱼半猪这样子这个就明天吃了。
先这样子，等一下再拿去冰啊。然后这个就是现在的午餐了。我刚刚太晚出门了哦，都还没有吃，已经快3点了。然后今天又忘记带灯来啊，我看到今天不晓得要怎么搞哦，所以要赶快吃一吃哦，趁着天亮之前哦，赶快煮一煮啊。没有带灯很麻烦啊。那银主那边好像有一个灯啊，这个地方有个灯啊，看等一下能不能拉过来进一点用。哦，它有插头，有插头的话灯就可以借来用。没有灯很麻烦啊，不知道怎么搞啊。For every tear you've wiped away, in times of doubt your light will stay. You fill my heart with hope anew. Forever thankful, I worship you. Your love's like sunshine, bright and warm. In every storm you calm the heart. Forever thankful, I lift my song, for in your arms I long. I belong, every moment, big and small. Forever thankful for it all. When shadows fall, I'll not be scared, for in your love I'm always cared. With every heartbeat I shout your name. Forever thankful, I'll never be the same. You lift me